据以色列时报11月2号报道，以军当前已经从加沙城郊区向着加沙城内推进，并且在当晚呢，以色列地面部队已经完成了对加沙城的包围。在此期间，以色列和哈马斯呢也爆发了数次冲突。哈马斯下属卡桑旅更是表示，其部队在加沙城西北部击毁以军多辆坦克。那么这件事情是真的吗？以色列现在又推进到哪一步了呢？咱们接着往下看。11月2号，以色列总参赫尔齐·哈勒维表示，以军目前已经从多个方向包围了加沙城，并在城内开展行动，与哈马斯近距离作战。以军发言人当天晚上表示，以军地面部队在当天在加沙地带与哈马斯展开激烈交火，最终缴获了大批武器，并摧毁了一些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虽然自从上周末发起进攻以来，以色列军方呢一直对这场行动军队所在的位置守口如瓶，但行星实验室发布的卫星图像还是标明了行动路线。以军呢在至少6个地方突破隔离墙后，车辆轨迹显示以色列纵队如何穿过了边界以南人口稀少的农田，然后深入加沙人口较多的地区。据了解，在过去24小时内，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在北加沙展开地面行动，他们的作战目标非常清晰，就是控制住加沙城主干道萨拉丁公路后，继续向西直插地中海，将加沙一分为2，并确保主攻方向周边安全，再将北部哈马斯盘踞区域分割切块，各个击破和摧毁。其中呢，作为本轮作战最重要的攻击路线，从以色列至加沙边境到海岸线这条进攻线呢，全长40公里，目前呢已基本被打穿了。也就是说，以军已经从中间切断了加沙，北加沙已经被包围。就目前来看呢，以军在加沙的行动是精准的情报加高科技条件下的战斗。他们使用的探测雷达和热成像系统可以透过地表扫描和监视哈马斯在地道中的行动，并且标定目标。除此之外呢，在空中还巡弋着不少无人机，进行实时监视，并为以军提供情报信息。与此同时呢，以军还用各种装置摧毁加沙地带哈马斯修建的地下隧道，为协助地面行动，以色列空军和海军袭击哈马斯观察哨等海上军事目标。只不过在这场包围行动中呢，以色列也遭到了数次哈马斯的攻击。在一次事件中呢，以色列军队与伏击他们的数十名哈马斯武装分子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战斗。而有关于伏击的报道称，大约有3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从装备有反坦克导弹的隧道中出现，对以色列的装甲部队发起攻击。从网上流传出的哈马斯第一视角进攻视频来看啊，哈马斯非常重视第一次开火的命中率，因为以军几乎不会给哈马斯第2次开火机会，首发命中率对其而言非常关键。他们从地道中出来后呢，十分小心地匍匐在地上，趁着以军不注意，拿起手中的 RPG 向以色列装甲车射击。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哈马斯武装或许担心无法击穿以色列坦克的防御，选择直接奔向以军梅卡瓦坦克的车体后方放置炸弹，再撤退后再使用 RPG 对其进行补射。至于最终结果如何呢？由于哈马斯没有无人机捕录战果画面，因此也不得而知了。不得不说，哈马斯的这种打法十分的战地。但是呢，这也引发出一个问题，以军的坦克周边为什么没有步兵协同保护呢？让哈马斯的人员如此轻易地将炸弹放在了坦克上呢？大兵个人认为啊，这是出于引诱的目的。以色列陆军当前派出各种火力小组和侦察兵进行反复的挑衅，就是引诱哈马斯开火。一旦哈马斯从地道出来开火攻击，那么以色列无人机就能迅速地定位地道位置。而且呢，我们也都知道，以军出动的梅卡瓦坦克是世界上防御力一流的坦克。以色列在设计该坦克时呢，为了提高梅卡瓦的防护能力，使用了5层防护装甲，炮塔和动力室则受到了3层钢板装甲的保护。有数据显示，该坦克光是防护装甲的重量就占了梅卡瓦全重的70%以上。此外呢，该坦克还采用了十分创新的发动机前置设计，动力室在战斗室之前，中间设有钢板隔开，这样即使动力室起火，也能给战斗人员充足的逃生时间。同时，坦克的尾部也设有舱门，便于成员逃生。
梅卡瓦坦克尾部还设置的一圈铁链，一定程度上呢能够阻挡敌方 RPG 的攻击。而在以往以色列的实战中呢，梅卡瓦坦克也遭到了多次反坦克武器攻击，但即便如此，其优秀的防护设计仍然能在遇袭后给足车内成员逃生的时间。想必正是因为对梅卡瓦坦克防御的自信，才让以军决定派出其对哈马斯武装进行引诱。在哈马斯武装忍不住出手后呢，无人机就可以对其进行定位，以方便以军的 F-16战机冲过来，对着地道投掷 GDAM 精确制导炸弹和钻地弹。毕竟地道可是哈马斯对付以色列的主要途径，只有将这些地道全部摧毁干净，以色列才能够完全清理哈马斯。因此，以色列国防军声明表示，以军在24小时打击了300个目标，主要包括隐藏在地道里的反坦克导弹、火箭弹发射器和哈马斯隐藏的地下军事人员。而在这些战斗中呢，哈马斯的损失更大，被摧毁的地道里不少高级指挥官。至于以色列自身的损失呢，以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表示，在开战到现在，以军已经阵亡了300多人，而哈马斯的损伤呢超过了1500人。至于另一边呢，哈马斯的说法则和以军有一定差别。其下属的武装派别卡桑旅发言人表示，以军公布的伤亡数据不实，实际以方伤亡人数要远高得多。哈马斯表示，其武装人员在过去48小时内同以军展开交火，目前已经摧毁了一个以军坦克营。同时呢，哈马斯还进一步强调了最近的一项成就，宣布在加沙城西北地区的反攻中，他们在过去几个小时内摧毁了6辆坦克、2辆装甲运兵车和1辆军用推土车。但由于其并没有发布相关视频证明，因此这份数据并不能算准确。除此之外呢，哈马斯还继续对以色列境内发动火箭弹攻击，以色列南部、中部以及位于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周边都响起了防空警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等国的特种部队可能也随着以色列国防军一道进入了加沙地带，他们将执行营救人质任务。不过同时呢，美国也强调这些特种部队并未分配战斗任务，目前仅在规划、后勤和谈判等方面协助以色列国防军。另外，在国际社会上，最近有2个国家对这场巴以冲突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变。我们都知道啊，从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再到以色列反攻加沙这段时间内，除了伊朗一系的武装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国家对以军的行动有实际反应。但是土耳其是其中个例。在以军对加沙发起地面进攻之后呢，土耳其总统对以色列的谴责就没有停下来过。事后，以色列立刻召回了自己的外交代表，表示两国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危机。虽然他们俩恢复外交关系才不到1年。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突然搞了一个动作。据动力网站战区栏目在当地时间10月31号报道，2架美国空军 B-1B 轰炸机降落在了土耳其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这是 B-1B 轰炸机首次有公开记录降落在该基地。根据五角大楼的声明， B-1B 呢在因吉尔利克停留了不到2个小时，然后再次起飞，并与土耳其空军一起执行训练任务。这次演练的科目呢，包括与土耳其地面引导部队联合训练以及近距离空中支援。美国这次充满实战意味的轰炸机训练，再加上此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兵力调动，都有明显震慑伊朗武装的意味。特别是这次 B-1B 轰炸机的到来，似乎也是在告诉伊朗，美军的轰炸机完全有从土耳其起飞攻击伊朗的可能性。最近，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关于和以色列断交、停止向以色列以及其支持者出售能源的呼吁，并没有得到什么回应。伊朗政府呢不断重申事情跟自己无关。伊朗官方的《世界报》更是宣称，伊朗不会为了哪个国家而与其他国家开战。这前后矛盾的说法也证明了美国先前一系列的威慑动作似乎已经看到了效果。倘若呢能够将伊朗排除在冲突之外，那么剩下的胡塞武装也就不用太过担心了。毕竟开战时，以色列的国防军直接动员了几十万人，在地面进攻开始后，投入的兵力还不到10万，剩下的兵力呢，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威慑周边。虽然胡塞武装可以不断地向以色列发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但以色列海军也派出了一艘萨尔5级护卫舰进入红海北部。虽然以色列海军相较于其空陆两军的存在感稍显薄弱，但依然是中东地区顶尖的海上力量。
该型护卫舰呢，又称艾拉特级护卫舰。在萨尔5型之前，以色列海军最先进的战斗舰艇是8艘萨尔 4.5 型导弹艇。但是由于在第5次中东战争中暴露出导弹艇续航力、对陆火力打击能力不足的缺点，再加上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叙利亚、沙特和伊拉克海军均出台了重要的舰艇建造计划，以色列海军呢随即在1983年决定发展新一代的轻型护卫舰，并最终由美国接标，由美国本土造船厂负责设计建造工作。这款护卫舰呢，据说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全面隐身设计的舰艇之一了。在外形上，它采用了倾角设计，增加了防波装置和雷达吸波材料。壳体内外表面呢，大量涂有能减少光电特征的低辐射系数涂料。舰壳和机舱内表面还加装有隔音和绝热材料，再加上封闭式桅杆设计以及仅1000吨级的船体，使得全舰具有极佳的隐身性能。在武器装备上，萨尔5型在舰首位置布置了一座 MK-15密集阵近防炮系统，反舰方面呢为2座4连装鱼叉反舰导弹，防空呢则为8组8连装以色列国产的巴拉克1型近程防空导弹垂发系统。后续呢升级为了巴拉克8防空导弹，反潜方面呢为2座 MK-32型324毫米鱼雷发射装置，另外还设置一座直升机机库，可以搭载一架海豚直升机。在舰载电子设备方面呢，萨尔5型也较为先进了，采用了一具 ELM-2218S 型 EF 频段对空搜索雷达和2具 ELM-2228预警火控雷达。在2013年，以色列海军将萨尔5护卫舰进行了升级，加装了4面 FM Star 相控阵雷达，使得全舰的对空对海探测能力更为强大。改装后的萨尔5呢，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小的安装多面固态有源相控阵雷达的舰艇之一，具备相当不错的拦截能力了。而且除了该舰艇可以拦截胡塞武装的导弹之外呢，在地中海上还有美国航母战斗群，陆地上有沙特的防空系统，三者相加足以呢是挡住胡塞武装的远程袭击。而这还没有算上前几天美军用运输机大规模支援的防空系统，他们的加入将会为以色列竖起一道巨大的空中保护伞。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